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，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心经的经文三世诸佛。关于三世诸佛啊，很多人容易理解的是过去佛、现在佛，可是未来的佛啊，几乎没有办法去理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未来佛究竟是指什么时候的未来呢？这本经典啊，是释迦牟尼佛时代他所讲的道理方法。凡是已经成就了佛的果位的，有过去的，有现在的，这是根据释迦牟尼佛时代来说。从释迦牟尼佛以后，就叫做未来的。也有人这么说，燃灯佛称为古佛，也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于是就把燃灯佛当成过去佛来讲。其实在我看来啊，所谓的三世诸佛，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尤其是修行佛法的人，他现在所知道的，比如说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，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佛，那么其他以外的佛都是过去佛。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现在还是三界的导师，释迦牟尼佛还是娑婆世界的教主，而未来佛是怎么算的呢？那就是当来下生的弥勒尊佛，也就是弥勒菩萨是未来佛。我们如果要确定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就得先从这个现在来讲，而释迦牟尼佛就是现在佛。在释迦牟尼佛之前，所有的佛，也就是说已经得到佛果的，都是过去佛，而不是以燃灯佛来作为一个界定。至于未来佛，就是以弥勒菩萨将来龙华三会的那个时候，也就是弥勒菩萨从斗率天来到娑婆世界龙华三会时，他所显现的就是未来佛。所谓56亿万年究竟是什么时代呢？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就把它当成是56亿，而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不能肯定的数字。就像我们常常讲无量，这种无量啊，就是一个不能肯定的数字。既然不可以肯定，那么究竟弥勒菩萨什么时候从斗率天来到我们人间成为佛呢？其实啊，在佛教经典里面有这种文字的记述，也就是说，当人的世界连经典也看不到了，连一个佛字都闻不到、听不到了，那个时刻才是未来佛，也就是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成为佛的时刻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佛教的经典也没有了，佛法也没有了，连这个佛的名字都不知道了。到那样的时代，弥勒菩萨才当来下生龙华三会，而成为那个时候的现在佛。在没有到达这个时刻之前，他是未来佛。三世诸佛啊，首先我们要晓得，佛是根据他的愿力世界而有一个所谓的教主。比如说现在的佛是释迦牟尼佛为教主，未来佛是弥勒尊佛为教主。我们假设将来到达末法结束的时刻，也就是龙华三会，弥勒尊佛来到人间成为这个娑婆世界佛教教主的时刻，那么到那个时候，就连寺院殿堂里面供奉的佛像都要改头换面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过去佛。
我们如果说以释迦牟尼佛到现在2600多年，将近2700年的这个中间，究竟有多少成就者呢？其实我们并不知道。那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能知的只有释迦牟尼佛。那么所谓的未来佛又究竟有多少佛呢？要知道，弥勒尊佛是要当来下生龙华三会以后，成为佛教的教主，才能称之为佛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只能称他为弥勒菩萨。至于那些已经到达了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的菩萨，我们也只能够称他为等佛，就是相等于佛。他绝不是佛，他只是菩萨，只是他已经到达了一个菩萨十地圆满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称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的菩萨为佛邻位。这个邻就是邻居的邻，也就是跟佛的这个位置已经是在隔壁的位置了，我们称之为等佛。那么等佛和等觉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其实4地到7地是等觉，这个等觉是等觉因，而不是等觉果。要到达8地以后才是等觉果。一旦等觉果完成了，我们才能称为等佛因。而等佛果就是成就了佛的果位，已经圆满了的，如8地、9地、10地果。那么好，关于心经的经文三世诸佛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。犹不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，犹不愿您在学佛的路上，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快乐，找到快乐之前呢，能够先找到自己。感恩大家，我是犹不。